10月27号上午啊，也就是20大刚刚结束没几天，习近平呢就带领全体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呢一起赶赴延安，去参观7大的会址。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很多媒体的关注。大家都知道啊，像习近平这样的人物啊，在20大刚刚结束，他去某一个地方，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啊历史上这些红色圣地啊，一般都有一些特殊的意味，肯定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呢，海内外媒体都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习近平的这次延安之旅。今天呢，我们也凑个热闹啊，来讲一讲这件事情。习近平在延安呢参观了7大会址，他讲到了7大是中国共产党啊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所谓的组织上，就是形成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政治家集团；思想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这个所谓政治上是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党嘛形成了空前的统一和领导力量嘛。而且习近平讲了，其实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7大的召开啊，这个思想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啊，才形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的局面，也包括后来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在这里头还特别提到了整风，同时呢，这个也提到了所谓的这个在杨家岭啊，毛主席的那个旧居的那个里面，他提到了这个黄炎培当时跟毛泽东的一段对话，就是所谓的治乱兴废的这么一个历史周期。因为1945年的时候啊，在国共和谈之前，大家都知道重庆的一帮中国的第3势力啊去访问延安，其中有黄炎培啊，有梁漱溟啊。那么黄炎培在毛泽东的杨家岭的窑洞里有一段跟毛泽东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里头，黄炎培就问到毛泽东说：“那你怎么摆脱历史上中国历史王朝治乱兴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周期呢？”当时老毛就说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啊，让人民群众监督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摆脱这个治乱兴废的周期。”那这一次呢，习近平到了延安之后呢，他提出来，他说啊，我们还有第2个答案，就是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要中国共产党坚持所谓的重严治党。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之后啊，很多人海外媒体的人就解读啊，习近平可能想在党内搞整风。因为他提到整风了吗？是不是？那也就是意味着共产党内部要有一轮新的血雨腥风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今天啊，我觉得啊，咱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可能要先回顾一下，就是历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啊，他在这个上任之后去的这些地方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呢，邓之前啊，咱就不说了啊，这邓时代啊，他不去这些革命圣地，他也不去。那么后来江上台之后也没有去，因为江本身上台之后，江本身上台啊，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程序。也并不是一个正常选举产生的嘛，所以他在上台之后也没有去过，专门带着常委去过这些地方。第一次啊，就带着领导班子去革命圣地朝拜的是胡锦涛，2002年，也就是16大啊，这个结束之后不久，胡锦涛呢当时带着这个领导班子，他带的不是全体政治局常委，而是书记处的全体成员，常委中间有曾庆红，就去了西柏坡，这是所谓的第一次的共产党的总书记带着自己的领导班子去革命圣地去朝拜的这个首次亮相。到了西柏坡之后呢，这个胡锦涛当时也发表了重要讲话啊，所谓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是在西柏坡讲的。那这事后很多媒体分析啊，其实西柏坡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西柏坡是中共啊在打赢国共内战过程中间进北京之前最后一个地方的驻足地。在1949年3月23号啊，就中共中央搬到北京的时候，这一天毛泽东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要去进京赶考了。所谓进京赶考是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说打江山和坐江山的意思，就是在此前中国共产党啊这么多年从建立到现在，终于打下了这份江山，要进北京了，进北京要坐江山了。那坐江山意味着什么呢？不一样了，试卷不一样了。所以毛当时提出来2个务必，一个务必要谦虚谨慎，务必要艰苦奋斗。当然这个话其实也是骗人的，人家老毛自己他艰苦奋斗个鬼呀！他一进北京就住进了双清别墅，是不是？住进双清别墅之后，紧接着大家就讨论中共中央驻地在哪儿，
他就想去中南海住。那中南海那叫艰苦奋斗吧？那是古代封建帝王住的地方啊，那是皇家园林呐，离故宫咫尺之遥啊。如果要是不是说那什么的话，他可能就住到故宫里头去了，是不是？那其实讲到故宫这个地方，还有个段子啊，就是老毛终其一生没有进过故宫，虽然他住在中南海，中南海离故宫只有一墙之隔，一条马路之隔。而且老毛实际上跟故宫之间的渊源还挺多的，他特别喜欢书法嘛，经常到故宫去借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那些书法作品，他自己临摹啊、欣赏啊。但他一辈子不进故宫，他有生以来啊，曾经在故宫的城墙上转过几圈，但他不下去。这个呢，也曾经引起过中共党史的很多人的好奇啊。我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他就在西柏坡的时候，他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了一卦。说他是土龙，就是一辈子不能进故宫，因为他镇不住故宫的那个王气、皇气。如果你要进去，你就完了。所以老毛这个人其实是一方面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他根本不是无神论者。所以你看，他住在中南海一辈子，他也没进过故宫，是吧？所以老毛说两个务必啊，都是骗人的。但不管是骗人不骗人吧，他总是要用这种所谓的理论口号去号召那些共产党的基层人员跟自己干嘛。那胡锦涛当时在2002年去西柏坡的时候啊，其实他就在讲，中国共产党要面临第二次赶考。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共产党第一次赶考啊，是通过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嘛，把国民党打败了嘛，所以叫打江山嘛。那么第二次赶考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3个代表。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一次的赶考是要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为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嘛。所以胡锦涛是这个含义。所以你看他提的那些所谓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实全是这个意思啊。又提艰苦奋斗嘛。所以胡锦涛当时去这个西柏坡，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信号，就是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第二次赶考了。这是胡锦涛那次啊，但胡锦涛后来就没有再搞了。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第一个任期他是没有搞这个活动的。虽然说他在这个18大啊上台之后啊，这个不久他就去了深圳，但去深圳那次他其实是自己去的，并没有带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而且呢，他还有带有一点私人性质，比如说到了深圳之后，还看他在深圳定居的母亲，是吧？齐心嘛，当时就住在深圳嘛。所以呢，他在第一个任期没搞这个活动，他真正开始搞这个第二个活动的时候啊，实际上是第二个任期，也就是2017年，在19大这个完成之后不久，他就大概是10月31号吧，他就带领着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去了上海和嘉兴。这是第一次，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局常委聚齐了，一起去参观中共的某一个圣地，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习近平搞的。因为我刚才讲了嘛，胡锦涛那一次实际上就是只有书记处的书记，并没有其他的常委，常委中间只有曾庆红嘛。但是这个习近平就是把7个常委全搞全了，到了中共1大会址。到了1大会址的时候啊，他其实也讲了一些话。他当时讲话的核心那个内容啊，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个是当时他在中共1大会址讲的，而且他后来在嘉兴的那个讲话过程中间就提出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其实当时2017年的那个行为啊，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在今天看啊，在我看来，应该说习当时就已经笃定的认定自己想要搞终身制了，搞连任了。因为他要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嘛，那么这要致敬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的不忘初心嘛，就他自己要向中国共产党1大当时那些组织者去致敬嘛。那是当年你们这些人创造的这个丰功伟业啊，到我这儿终于要完成了嘛，那种感觉还是挺明显的啊。所以这是2017年。那这一次20大之后，他为什么去延安呢？那么在我看来啊，他去延安有这么几点啊，可以解读。第一点呢，我个人觉得他是在致敬老毛，是吧？因为我过去的节目其实也分析过啊，其实在习近平的眼中啊，其实他现在应该算是第3代领导人，第1代是老毛，对不对？第2代是老邓，
第3代就是他。其实中间的江泽民、胡锦涛他已经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他自己在过去5年的时候就给人感觉已经比肩毛邓了。但是他这次去延安呢，其实有一点点想跨越邓小平，直接致敬老毛的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老毛当时在7大这个关系太重要了。大家都知道7大呀，7大之前是6大，6大共产党正是风雨飘摇之间，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说实在的，那个当时白区的共产党组织已经基本被国民党给粉碎了，所以当时在国内想找一个开会的地儿都没有。于是呢，这个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秘密的都跑到了莫斯科去开会，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最风雨飘摇的时代。后来呢，大概就是10几年没有召开过，整个中国共产党是吧，让人感觉不行了。没想到在井冈山里头出了毛泽东和朱德，是不是就慢慢发展壮大，最后通过实力，然后有长征啊，跑到了延安呐，最后呢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的内部势力。其实当时共产国际是对老毛他们这一派所谓的土共啊，这个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共产国际扶持的是那28个部委什维克嘛，就是王明嘛，这些啊就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老毛他们到了延安之后，这个王明这些28个部委什维克就来到了延安啊，想要贯彻共产国际的这个所谓的领导指示吧，想要夺权，是不是？然后老毛在延安就开始搞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其实有2个背景，第一呢，就是王明这批从苏联回来的这些所谓的言必称希腊的马克思主义者，老毛看起来你想要夺权没门，不但没门，我还整死你。所以整风运动的第一个背景就是要消灭以王明为首的这些背靠共产国际大树，想要在中共党内夺权的这批人。那么经过整风运动，基本都整服了。所以你到7大的时候，你看那个28个部委什维克其实都没了，只剩下张闻天还有1个人嘛，算半个在那里头啊。第2个背景就是当时在延安呢，其实有一批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小年轻，有女学生也有男学生，是吧？女学生一般来说都是慕名而来的延安。大家要知道，延安当年是这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网红打卡地呀，那些所谓的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些女青年都向往，都知道在延安那个地方有一帮这些人跟国民党不一样。这些人呢，虽然说没有什么钱，但是整个这个体制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理想主义，吸引了大批白区的年轻人到了延安。这女学生到了延安之后呢，基本上就被嫁给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这男学生到这儿来了之后呢，他不能找女干部啊，是不是？他就开始按照他们理解的共产主义去看延安。这一看不要紧，他们发现延安其实搞的这一套啊，跟他们理想中间的那所谓的乌托邦啊有距离，是吧？其实表面上说什么那个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其实搞等级制啊，是不是？然后这个也并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啊，而且也有特权呢。所以这些白区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提意见。大家都知道萧军呐、王石卫啊，包括丁玲啊，这些人呢都是这批人。那么这个时候，老毛对这些人就很不以为然，因为老毛这些人是通过权力斗争掌握的权力啊，他们自己对特权意识是非常在意的。他们认为这就是我自己干出来的权利，你别给我指手画脚。不管你是来自于苏联的那王明，还是来自于白区的这些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进行残酷打击。所以整风运动实际上整的是这2批人。通过整这2批人呢，老毛获得了党内绝对的权利。所以7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老毛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7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纲嘛。然后呢，老毛也拥有了绝对的权利。7大召开过程中间，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主席团，15个人的主席团。这15个人的主席团，老毛也废除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要搞了这个所谓的中共中央主席，是不是？那从此之后，老毛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再无人撼动了。这是7大。所以你想想，习近平为什么到这个地方要致敬老毛呢？在我的看来啊，他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你看到了吗？正是因为有了7大，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理论，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党中央，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接着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所以明白了吧？在中国要想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你必须现在得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在以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不是？以我的思想，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思想，那个所谓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想，这个过程中间不是把老邓给迈过去了吗？那至于整风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其实解读的有点过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老毛当时在延安搞整风其实是因为有人想反对他，想要把他搞掉。但是你想，习现在在党内，其实他所谓的没有党内的反对派了。你看现在政治局里面清一色都是习家军了，哪还有其他的反对派了？团派已经团灭了，还有什么反对派？没有了。所以习其实现在在党内并没有整风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但他有什么需要呢？他有统一思想的需要。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去延安的另外一层深意。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习其实是打破了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这个惯例。这个惯例呢，就是说你连任2届，然后你就下台嘛，交班给下一届共产党领导人嘛。但是呢，习打破了这个惯例。但是你要知道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其实主体的人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其实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对老毛当年搞的那套终身制也第一没有什么记忆了，第二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了。所以习现在打破了邓小平立下的规矩，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挑战也蛮大的。虽然现在没人敢反对，但是议论纷纷很多。咱不管说共产党的高层还是普通的中国共产党的官员那大家都在议论这习近平这件事情异出常轨为什么呀？那么其实习所谓的统一思想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虽然没有反对我，没有出来公开反对我，但是我知道你们在议论纷纷，你们有想不通吗？我现在是到了这个延安，我告诉你看到了吗？就是团结在以老毛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才能打赢国民党，才能打赢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就必须得听我的，必须得有一个政治强人领导你们，你们才能取得一个胜利之后的另外一个胜利。别不服，你们换来换去，你换成了江泽民、胡锦涛，怎么着呢？不如我嘛，对不对？别听的那些任期制，就是我就永远正确，你就听我的，这就对了。我就是老毛，我就是当年7大的时候的老毛。所以其实习近平现在去延安最重要的，我觉得他的迫切需要是统一思想，而不是通过整风去打击异己。说句心里话，他打击异己在他第1个任期的5年内，通过王岐山就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到第2个任期内，说实在的，党内的其他人也都基本整服了。现在党内没有反习派了，是吧？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在不需要通过整风来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了，而是要你很斗内心所谓的那个私自一闪念。那个私自一闪念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内心里头你一想，哎呀，有个怀疑，习这样做对不对呢？他是不是应该连任呢？就这个想法不行，我们要统一思想，要让你们每个人在内心不但口服，还要心服，内心都得臣服于我。我作为共产党的领导者，现在必须领导你们，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这是我对习近平去延安之旅的这个解读那最后我还讲，胡锦涛当年去西柏坡的时候还有意设计了一个桥段，是不是？当时他在那吃饭吃了个家常豆腐西红柿炒鸡蛋呢，临走的时候一定要交30块钱。这30块钱，人家当时问开发票发谁呀？他就开胡锦涛。这个收条收据现在呢还在西柏坡那个地方呢，这展览着呢。就共产党这些官员其实通过作秀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那一面，挺有趣的。我最后再总结一下我的看法就习近平去延安，第一就是要致敬老毛，试图要超越老邓。第二呢，要通过致敬老毛，让全党统一思想，让大家团结在以自己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所谓的
这个党内啊要出现再一次的整风啊、血雨腥风啊，我认为这是过度解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